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雷峰塔底下镇压着白娘子，这个传说几乎只要是中国人都能简单说上两句，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1924年雷峰塔突然倒塌，2001年考古队挖开了雷峰塔的地宫，2003年新建成的雷峰塔依旧矗立在杭州西湖边，当地人都说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风水局，雷峰塔镇压的不仅仅是白娘子，还有整个吴越。因为吴越曾经是一个盛产武士的地方，但为什么后来就突然变成了吴侬软语的温柔乡？也许这一切就隐藏在雷峰塔的地宫当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998年，西湖边有一座小山，每到夜晚就显得格外阴森。有人从那儿发现了破碎的砖块，考古队赶到现场，连续考察了好几天，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座小山下面就埋着雷峰塔。他们拿出了100多年前的照片对比，当时雷峰塔还没有倒塌，就矗立在现在这座小山的位置上。但是雷峰塔究竟是谁、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修建的呢？除了法海许仙白娘子的传说，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雷峰塔就是因为这段传说而修建的。那这样的话，雷峰塔底下真的有白蛇吗？还是说必须有一个历史真相，一定是谁在某个时间出于什么目的修建了它呢？考古队恨不得立刻一铲子就挖下去，破解这些谜团，但是挖掘申请又一次被驳回了。最早的雷峰塔出现在900多年前的北宋古画当中，这之前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确切的记载。它就像一座从天而降的镇魔塔，突然就出现在了西湖边。当宋朝皇帝君临杭州的时候，他发现当地人非常崇拜雷峰塔，于是还特意拨款修缮了雷峰塔。这是雷峰塔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当中。为什么叫雷峰塔呢？这是因为雷峰塔下面那座小山叫做雷峰山，雷峰山底下还有雷峰寺。除了雷峰塔的名字，它当时还被百姓们叫做西关塔，这是因为它在杭州城的西关门上。宋朝官方又把它叫做皇妃塔，说是为了纪念一位前朝的皇妃。但就像在刻意回避什么一样，感觉宋朝史官们明明知道雷峰塔的来历，但就是不详细的说。于是雷峰塔的身世也就变成了谜团。100多年后，雷峰塔第二次出现在历史上，这就到了《水浒传》当中的方腊起义。起义军信仰魔教，而雷峰塔呢却是一座佛塔，所以当起义军攻入杭州城的时候，他们烧毁了雷峰塔。雷峰塔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是塔心，用砖头建成，烧不燃；另一部分是塔心外面的木质阁楼，非常易燃。所以方腊烧雷峰塔以后，就只剩下一个塔心。再后来，宋朝皇帝被金国人赶到杭州，北宋变成了南宋，南宋要依靠杭州人，于是就大张旗鼓地重修雷峰塔，然后一座全新的雷峰塔又矗立在了西湖边。接着又是400多年的沉默，当它再次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已经到了明朝。这个时候又发生了这样一段故事。这天，杭州城里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他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杭州城里有3个妖怪，杭州城里有3个妖怪，就像是在预言什么一样。当杭州人都开始讨论这个疯道士的时候，他突然消失了无影无踪，人们只记得3个妖怪分别是金沙滩的山竹蝉、流浮沟的大乌龟和雷峰塔的白蛇。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呢，钱塘江的沙滩上突然登陆了一小群倭寇，衙役和官兵们连战连败，偌大个杭州城竟然被一小群倭寇给劫掠。杭州人都在说倭寇的头目就是疯道士预言的山竹蝉，蟾蜍怕毒蛇，看来能治得了他们的也只有雷峰塔当中的白蛇了。不知不觉，这个传说也传到了倭寇耳中。当他们真的劫掠到雷峰塔下面的时候，心里也犯嘀咕了，这塔里面会不会真的有埋伏？于是头目一声令下，几十个倭寇竟然纵火烧掉了雷峰塔。几天以后，倭寇走了，杭州城里的老百姓看着那个雷峰塔的塔心正在冒出一缕缕白色的烟雾。这个时候大家才突然反应过来，雷峰塔是镇压白蛇的宝塔呀，这些白烟怕不是白蛇正要逃出来吧？
那群倭寇呢，也根本不是什么山竹残呐，搞不好是白蛇搬过来的救兵呐。正当大家惶恐的时候，那个风道士又出现了，他在塔下做法，灭掉了塔顶的白烟，还说除非塔倒湖干，白蛇跑不出来。后来山竹残被道士捕获，大乌龟被一个屠户调走，只有白蛇还留在杭州，等待着塔倒湖干的那一天。这是一段记载在古书上的杭州故事，算是《白蛇传》的现实版前传。因为书中最后说，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小说家们才创作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然后又因为白娘子的故事越传越广，雷峰塔迎来了第3次毁灭。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西湖，还不幸跟团游，那么你一定会被忽悠着在湖边上买丝绸，还跟你说只要是杭州人都有一件丝绸睡衣，巴拉巴拉的一大堆，反正就是不买不行。其实吧，虽然杭州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都已经挖出丝绸了，但杭州人真的不是人人穿丝绸，他们对丝绸的热爱完全是一种出于对金钱的热爱。因为每当世道太平，杭州家家户户都开始养蚕纺丝，出口创汇。果然，接着上面的故事了，明朝过后是清朝。当清朝天下太平以后，杭州城里的居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家家户户都开始闹小蛇。这些小蛇会在夜晚爬上架子，吃里面的蚕宝宝。丝绸可都是这些蚕宝宝吐出来的，这哪受得了啊？但怎么治蛇了？突然有人想到，西湖边那座破塔不是用来镇压白蛇的吗？去捡2块塔砖回来，摆在家里不就不怕小蛇了吗？于是大家纷纷上山去捡砖。又有人说这些砖粉能治病，这回上山的人更多了，捡不到砖就开始拔墙体里松动的砖。于是塔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拔了100多年。到了1924年的9月25日，这天中午，宝塔突然坍塌，就像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时鲁迅说倒得好，徐志摩说倒得妙，张爱玲也说倒得呱呱叫。反正当时的新生代们都认为雷峰塔的倒掉是象征封建主义的坍塌，因为《白蛇传》的故事里面，雷峰塔不正是一座用来镇压爱情、镇压女性的封建余孽吗？果然在这种思想下，之后的几十年，所有人都把雷峰塔给遗忘掉了，它也就慢慢的被尘土掩埋成了一座小山丘。直到2000年，考古队再次回到了这里。这次考古队终于拿到了挖掘许可，刚刚过完春节，他们就把整座小山铲平了。果然这座小山下面露出了雷峰塔的地基和残骸。考古队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已经从历史资料当中锁定了，这是一座修建于唐朝晚期的佛塔，而大唐国力雄厚，又推崇佛教，所以藏在佛塔里的宝贝那都是极品。比如1987年陕西法门寺就发现了地宫，挖出了无数的珍宝，密色瓷、金香炉、佛舍利等等等等，甚至还出土了一条武则天穿过的绣花裙。所以这座雷峰塔底下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藏宝地宫呢？果然刚刚向下挖了一层，就出土了一块残破的石碑。考古队从石碑当中还原出来了这样一个故事。时间回到879年，当时的杭州盛产武士。当唐朝的叛军攻入杭州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的武士组成了8都兵，也就是杭州附近的8个县，每县抽调1000名男性，组成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就像项羽麾下的8000江东子弟一样，他们都非常的能打。而这8000人的首领呢，也是一位像项羽一样的盖世英雄，吴越前王钱镠。后来唐朝崩溃了，钱镠也就靠着这8000人，在今天的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建立了吴越国。吴越国非常的富有，这里自古就盛产丝绸、陶瓷和各种天下闻名的商人。他们不仅在国内赚的是盆满钵满，还靠着大海开辟了一条连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传说有一次北国太子来吴越国斗富，他把自己国内最大的那颗珍珠戴在帽子上，走进了钱王的府邸。庭院并不奢华，绕来绕去，总算进了房间，见到了钱王。钱王一身素衣，就像是为了见客人，刻意把那件穿了又穿的好衣服拿出来精心熨烫过一样。出了钱王府，太子问随从：怎么样，咱们赢得漂不漂亮？
没想到随从一拉太子，小声说：“前王穿的是很朴素，但我们还是输了。你没有仔细看呢，他庭院里那几个锦衣武士，刀鞘上全是蓝色、绿色的宝石，就连鞋子上的那对珍珠也比咱们的大呀。”当时的中原非常混乱，各国的皇帝们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前王一直稳如泰山，因为他有彪悍的八都兵，没有哪个北国皇帝不想来吴越抢一把的。但无一例外，他们都看着凶悍的八都兵，纷纷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那为什么吴越前王不用八都兵打出去统一天下呢？事实上，前王也面临着和北国皇帝们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八都兵实在太凶悍了，要如何控制他们不推翻自己呢？果然，前王智勇双全，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这天，又有一批新毒商人停靠在了杭州湾，他们来自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那一带。吴越的官员们听说船舱里有一件前王求来的顶级国宝，于是纷纷来码头迎接。但当船工们准备卸货的时候，船舱里却走出来成群结队的新毒和尚。谁也不知道这其实正是前王想好的那个好办法，他要用新毒和尚、用佛教、用他们带来的那个宝物降服吴越的彪悍民风，他要在吴越建立一个安居乐业的东南佛国。果然，前王的计划成功了，短短10几年，各地的佛寺纷纷建立了起来，老百姓们开足了马力生产，官员们佛系办公，军队也有了崇高的信仰。吴越国于是变得更加富有，也更加安定。直到前王去世了，前王的儿子也去世了，国家一直都很安定，包括他的孙子辈上台，又经历了好几次兄终弟及的传位，吴越国也丝毫没有动乱。这种兄终弟及要是放在北国，恐怕是一次就能够让国家乱成一锅粥了。但吴越国的王位却平安传到了前王的第3个孙子手上，这个小前王叫做钱俶。看到石碑上的这个名字，考古队一阵窃喜，因为建造者的身份终于破解了，雷峰塔是小前王钱俶修建的。继续破解石碑，那他修建雷峰塔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南方的吴越国还在安居乐业，北国的边境上面却有一个大将被他的部下灌醉，然后又给他穿上了皇帝的龙袍。等他醒来，发现部下们纷纷跪在他面前，让他领着大伙儿推翻北国，统一天下。这个黄袍加身的人就是大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很快，北国变成了宋朝，宋朝有吞并天下的野心，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吴越国。钱俶知道小100年过去了，吴越国再也不是那个盛产武士的吴越国了，现在只能靠着佛祖的力量去化解眼前的危机。然后钱俶想到了爷爷当年的那个宝贝，这个宝贝还一直没有使用过，看来这一次得用上了。于是钱俶下令修建雷峰塔，而雷峰塔呢，其实就是发射这件宝贝神力的炮塔。石碑解读到这里，所有的信息突然断了，这个宝贝究竟是什么？考古队赶紧往下挖，果然挖了好几周以后，又挖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竟然记载了这个宝物的名字，3个字：罗基发。这是什么东西？原来这背后又有这样一段故事。时间回到公元前400年，在古印度的居士国，佛陀涅槃，身体变成一团熊熊的烈火，火焰熄灭以后，弟子们一共收集到了8万多块佛陀舍利。舍利也就是指佛教高僧火化以后剩下来的肉体结晶。科学家对舍利的解释是说，这是内脏里面的结石或者是骨头的结晶，虽然罕见，但科学上是有办法通过控制饮食，摄入大量的重金属来为身后制造舍利的。但事实上有一个问题科学家们无法回避，正是这个佛罗基发，也就是头发舍利。你再怎么吃重金属，也不可能让头发烧出结晶呢。不得已，科学家们又翻开了佛典说，你看，佛罗基发不一定是指头发舍利。当初古印度8大王国平分舍利以后，还修建了佛塔，供养了释迦牟尼出家前的头发。佛罗基发可能也是指这些头发呀。所以佛罗基发究竟是头发舍利还是头发，不用争了，石碑上写着了，一铲子挖到地宫，把佛罗基发挖出来，
不就知道真相了吗？于是考古队一鼓作气，很快就挖到了地宫。开启地宫的时间被定在了2001年的3月11日。当时浙江电视台也被邀请过来做一场现场直播。上午9点，直播信号被传到全国观众的电视上。很快，地宫的盖板石就出现了，一撬棍下去，盖板石破成了2块，把小的那块移开，摄像机瞥见了地宫。几个小时以后，地宫的全貌显现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大铁函，周围还有很多小物件。很显然，大铁函里面装的应该就是佛罗基法。考古队把四周的小物件一件一件的取出来，有玉童子、银手镯、铜镜等等等等，还有失传的月罗。月罗也就是吴越地区出产的一种丝绸，极其轻薄，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纺织的纹理，非常厉害。据说马王堆古墓里那件现代科技无法复制的素纱单衣，就是用这种纺织工艺制作的。这些物件当中呢，最大的一件是这个造型奇特的佛像，佛像镇压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对这些物件的解读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观点是认为这是当时杭州城里面的善男信女们捐赠的宝物，因为它们虽然精美，但并不算太贵重，也没有出现皇家专用的秘色瓷。看来当时修建雷峰塔的时候，不仅仅是一项皇家工程，杭州的老百姓们可能也纷纷捐赠了钱财。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种镇压，你看那条龙是不是很像曾经凶悍的巴都兵？这些小信物是不是又很像被佛法驯化过的吴越人？也许这就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真实含义吧。被镇压的白蛇不是女妖，而是从5000多年前良渚时代吴越地区就发展出来的彪悍性格。镇压的是曾经妄图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镇压的也是曾经带着8000江东之地就可以横扫大秦的西楚霸王。有了雷峰塔，有了西子湖，从此以后吴越变得温软，变成了中原王朝的钱袋子。不知不觉直播到了凌晨3点，铁函终于被提取了出来，摄像机被拒绝进入实验室。所以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几天以后，官方宣布佛罗基法的舍利塔从铁函当中取了出来，这里面就装着佛罗基法。但是这个舍利塔并没有开关，它是一个整体铸造的白银宝塔。为了不破坏文物，也为了尊重宗教，考古队最终没有选择进一步破坏舍利塔，取出里面的佛罗基法。至今这个舍利塔都被安放在新修建的雷峰塔下面，塔下有一个博物馆，偶尔开放，你也许可以亲眼见到它。有一个传说说，考古队当时在铁函里发现了更多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呢，让官方立刻决定在雷峰塔的原址上赶紧再修一座新塔。2001年考古结束，2003年现在的这座雷峰塔就重新矗立了起来。这些未知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这和当年钱俶修建雷峰塔的经历有关。原来最早规划的雷峰塔是一座13层的宝塔，但后来建成的时候只有5层，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断断续续停工了好几次。其中第一次停工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天钱俶收到了宋国皇帝的来信，跟他说，咱哥俩好，你看最近南边那几个不听话的小国，哥哥我把他们都给灭了，但最近你旁边那个邻居南唐，也就是著名词人李煜统治的那个国家，他也有点不听话了，你看你是不是帮哥哥我一把，咱们一起出兵把他给灭了。钱俶刚刚看完这封信，宦官又送过来一封，一看正是南唐皇帝李煜写过来的。李煜说，咱哥俩好，最近宋国灭了好几个南边的小国，下一步就是要灭我的南唐国了，我们唇亡齿寒，你一定要出兵，我们一起抵抗北边的宋国啊。钱俶拿着这2封信，冷汗不停地在后背上打转，国家的命运究竟是抵抗还是顺从？这个时候雷峰塔刚刚修建了3层，钱俶下令停工，全国动员，准备作战，不是要抵抗宋国，而是突袭南唐。因为南唐和宋国比起来，就是一个风花雪月的软柿子，
钱俶决定先不管了，先捏软柿子，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宋国的问题以后再说。就这样，南唐被灭亡。不久以后，中原版图上就只剩下大宋和吴越了。然后吴越王钱俶又开始修建雷峰塔，他始终相信佛塔的神力能够让自己战胜大宋，度过劫难。结果佛塔修到第5层的时候，钱俶又收到了宋国皇帝的一封信，信里说：咱哥俩好，现在天下太平了，咱哥俩也得聚聚啊，要不你顺着大运河来一趟汴京，我让工人们把运河再好好修修，让你的大船一直开到汴京城里面来，怎么样？钱俶一看就明白，这哪是修运河搞聚会的事儿啊，你修大运河，我的船可以开到汴京，那你的大船不也能直接攻入杭州吗？去还是不去？钱俶又陷入了两难。最终钱俶选择了北上，大宋国的皇帝竟然也没有为难钱俶，天天奏乐，天天舞，搞得钱俶都有点慌了，难道真的只是聚会吗？更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约定回国的那一天，宋国皇帝真的来给钱俶送行。临上船之前呢，宋国皇帝还专门给钱俶一个礼物，嘱咐他到了杭州才能打开啊。钱俶回到杭州，打开那个礼物，原来里面是一叠又一叠的奏章，都是宋朝大臣建议皇帝赶紧干掉钱俶的报告。钱俶知道这是宋国皇帝在收买自己啊，故意不杀你，是畏惧你的巴都兵，还是畏惧你的佛法？也许都不是，宋朝皇帝不过是害怕把江南这个钱袋子给打坏了呀。这天，钱俶失魂落魄地走到了爷爷曾经居住过的宫殿，他想从老钱王这里再找点勇敢战斗的力量。结果无意间发现了一幅字画，是西湖的风光，上面还有2句爷爷亲手题写的诗句，叫做有国百年心愿足，作无千载是名言。这2句诗是什么意思呢？恰好爷爷在字画后面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还是爷爷刚刚平定吴越，巴都兵最凶悍的时代，爷爷要扩建杭州城，就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道士来看风水。道士跟老钱王说，如果按照现在的风水局来扩建杭州城，那么吴越国只有100年的寿命，而如果把西湖填平，在这上面修建王宫，那么寿命将延长10倍。老钱王听完以后，一边摇头就一边说，西湖是老百姓们用来灌溉的水源，如果把西湖填平了，就断了老百姓的生路，更何况有哪个国家会有1000年不换主人的？我这个吴越国有100年就足够了呀。钱俶看着这幅字画流泪，原来爷爷当年无论是组建巴都兵还是推行佛法，都是为了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啊。再掐指一算，从爷爷当年组建巴都兵到明年，正好是100年。想到这里，钱俶再次下令雷峰塔停工，巴都兵解除武装，自己带着吴越国的地图去见宋朝皇帝，这叫做纳土归降。第2年，吴越国并入了大宋王朝，成了在那个乱世当中唯一没有经历战火的地区。而宋国皇帝则下令将没有修完的5层雷峰塔封地，让他永远守护吴越国的太平。这就是雷峰塔的故事。如果你今天去西湖仔细看那些历代文人在湖边留下来的诗句，你会发现绝无例外，他们都在歌颂老钱王。老钱王的勇敢、智慧和胸襟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叫做吴越钱氏。这真的是有传人的家族，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比如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钱穆、钱玄同等等等等，这都是吴越钱氏。所以如果你在浙江碰到一个姓钱的老哥，千万别和他嘚瑟，没准就像当年北国太子在老钱王家里发生的故事一样。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怪不得你当年要在政治课上说自己的理想是让世界和平呢，原来你早就吃准了老师姓钱呢。